我们应用递推公式求同项已经学过了2种方法，一个是累加，一个是累乘。好，我们看看这道题。这道题可以用什么方法去做呢？已知 a1 等于1，3倍的 a1 加 a2 依次一直加到 an， 它等于 n 加2倍的 an， 让我求通项公式 an。我们刚开始一看呢，它并不是后一项减去前一项等于含有 n 的代数式，也就是没有明显的累加的特征。它也不是呢后一项除以前一项等于一个含有 n 的代数式，没有这个累乘的特征。那么我也要把这个已知整理整理，我也要看一看 a1 加 a2 一直加到 an， 它就是数列的前 n 项的和，3倍的 Hn 等于 n 加2倍的 an， 它是数列的前项的和。那我们知道项和和是有关系的我再构造一个 i 是 n 减1，它等于 n 减1再加2，那就变成了 n 加1 a 变成 an 变成 an 减1，我又构造了一个式子。大家都知道前4项的和减掉前3项的和，就把第4项剩下了。那么前 n 项的和减掉前 n 减1项的和，就把第 n 项剩下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要标注n 必须的是大于等于2的。这个时候的 n 是不能够取1的。n 如果从1开始取值，1减1是0 ，i 是0，是不存在的没有 i 是0这种形式。所以3倍的提出来，前 n 项的和减掉前 n 减1项的和，剩下的是第 n 项 an。然后右边呢就是上边的式子减去下边的式子然后继续整理 an 它们俩是一样的，我把它移到左边来，就变成3减 n 减2倍的 an， 它等于负的 n 加1倍的 an 减1。然后我继续整理3减2是1减 n， 我把它变成负的 n 减1倍的 an 等于负的 n 加1倍的 an 减1。负号显然两边就约掉了，我把项整理到一块儿，序号整理到一块儿，于是我就得到 an 除以 an 减1。把它除到左边，把 n 减1除到右边，它等于 n 加1除以 n 减1。同学们发现什么了？是不是任意的后一项和前一项的比值，不要忘记了 n 是大于等于2的任意的后一项和前一项的比值总是等于一个含有 n 的代数式，接下来我们累乘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么有的同学说，哎呀，老师 n 大于等于2，那 a1 怎么办呢？第一项还在这里吗？在呀。正是因为 n 从2开始取值，当 n 等于2的时候 ，a2 比 a1， 你看2减1，这不就是 a1 吗 ？n 取3的时候 ，a3 比 a2， 所以我 a1 是在这个关系当中的。好，接下来累乘，给 n 赋值 n 取2。a2 比上 a1 就等于2加1是3， 2减1是1，这是第一个式子。然后 n 取3呢 ，a3 比上 a2， 它就等于3加1是4， 3减1是2，这是第2个式子。4不过3，我找到3个式子就可以了，就有规律可循了。n 取4呢，就得到 a4 除以 a3， 它就等于4加1是5， 4减1是3，这是第3个式子，还有好多。那我像这个上一个视频一样，累乘，我需要把3个式子相乘，乘到哪里不知道，走走看看。好，左边乘以左边，于是我就得到 a1 分之 a2 乘以 a2 分之 a3 乘以 a3 分之 a4 乘以若干项。先拿出2个式子相乘，它们俩约了，又拿出1个式子相乘，它们俩约了。
同学们有没有发现，它总是剩下最后一个式子的分子？而我要求的呢？我要求的是 an， 所以我要乘到 an 除以 an 减1啊，它们即将都约掉了。接下来呢，右边和右边乘1/3乘以2/4乘以5/3啊，那么乘到哪里呢？一直乘到它们俩的比值是 n+1比上 n 减1。左边呢是约掉了，一个挨着一个的啊。现在左边就剩下 an 除以 a1 了，但是右边呢，它不太一样，因为 n+1和 n 减1是不相邻的，它是中间跳了一项，所以呢，右边我们在算的时候啊，你就可以多取几项，比如说下一个式子是不是就该是 a5除以 a4， 它就等于啥了呢 ？n 取5了呀，5加1是6呀。5减1是4啊，所以你再接着乘，是不是6比上4？他们俩约了，啊，我们一看呢，1和2没有人跟他约了，总是剩下前2项的分母和后边的那2项的分子。哦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需要把它前边的那项也找到。它前边的那项是谁呢？你看6和5相差1， 5和4相差1，它是 n+1， 显然这项就是1呀。这是4和3相差1，它是 n 减1，那这个不就是 n 减2了吗？所以它们即将约掉了，最后的那2项剩的是分子。于是呢，我就得到1乘2就是2分之 n 倍的 n+1。a1 等于什么呀 ？a1 是1，它是1，所以 an 它就等于2分之 n 倍的 n+1， 其中 n 啊它是属于 n 项的。因为我这儿虽然写的是 n 大于等于2，可是呢，当 n 取2的时候 ，a2 比 a1， 我的 a1 也在这个关系当中，所以我是 n 属于 n 项，它是一个这样的通项公式。也就是我们在应用递推公式求通项的时候，它给我的式子有的时候不是太明显，我需要加以整理，然后再观察它是不是符合了累加的项或者累乘的项。